有缘人，您来了。我是慧真居士，刷到这条影片并非偶然，而是冥冥中天命的安排。你即将开启好运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日与大家分享一个令人警醒的真实故事。话说，在广州市郊有一位陈姓居士，身价颇丰，准备为自己的小家庭建造一座新居。这位陈居士生性倔强，素来不信风水之说，认为这些都是糊弄人的玄学。哎呀，老话常说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我辈修行数十载，深谙天地之理，风水之道时为天人合一的智慧结晶。今天就让老衲为诸位一一道来，为何建新房必须重视风水，以及不当选址可能带来的种种劫难。且说这陈居士选中了一块地，价格便宜的令人啧舌。殊不知，此地位处两座山之间的狭长地带，坐北朝南，前有陡坡，后有断崖，更有一条湍急溪流自西向东流过。依据《阴阳宅大全》记载，此等地形称之为双龙夹喉之势，最是凶险不过。我当时恰巧路过，见其测量土地，心有所感，便上前相劝：施主，此地不宜建房啊。可惜这位陈居士不以为然，笑道：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还信这些？便宜又实惠，我偏要在这儿建。古人云，天机不可泄露太多，泄露太多，反受其累。但看他一心要建，我便将利害关系和盘托出。此地煞气极重，山势压顶，水流冲刷，住在此处，恐怕会令人心烦意乱，难以安宁，甚至会影响到家人健康与事业。陈居士听罢，不屑一顾，真是大惊小怪。现代房子地基打得牢，什么山势水流都不怕。您老就别在这儿危言耸听了。天道有常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。即便是在这科技发达的时代，风水之道也从未过时。选址布局讲究的是天时地利人和，若只看表面价格便宜，殊不知日后可能付出更大的代价。那陈居士一意孤行，很快就开工建房。谁知刚动土第一天，就遇到了不祥之兆。工人们挖地基时，挖出了几具白骨。这哪是什么普通的地基啊，分明是个古时乱葬岗。按照《太上感应篇》所言，不可扰动亡者栖息之地，否则必遭天谴。哎呦喂，这可咋整？工人们吓得不轻，纷纷要罢工。陈居士却不以为然，立马请来考古部门鉴定，得知是远古墓葬后，便花了一笔钱，请人将白骨迁走，仍旧我行我素地建起了房子。要说这房子外表倒是气派，3层小洋楼，装修也是走的高档路线。可是这外表光鲜，内里却暗藏玄机啊。周易有云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这房子建在煞气之地，又惊扰了亡魂，能有什么好结果？工程进行到一半时，怪事接二连三的发生。工人们经常莫名其妙的受伤，要么是被钉子扎到，要么是被工具砸到。最邪门的是，工地上总是传来怪声，尤其是半夜3更，仿佛有人在哭泣。哎呦妈呀，施工队长都不淡定了。陈老板，这工地有古怪啊，要不要找个大师来看看？陈居士依然嘴硬，什么大师不大师的，建个房子而已，你们别疑神疑鬼的。加钱，我给你们加钱。就这样，房子在惴惴不安中建成了。期间还发生过木材无故起火、墙体突然开裂等怪事。按理说这些都是警示，可陈居士偏偏视而不见，一心要住进去。老衲略通易经之理，深知这房子的后患无穷。首先是前有陡坡，形成跌伏煞，主破财；后有断崖，是为悬崖煞，主血光之灾。那溪流冲刷门前，更是水冲煞，主家宅不宁。这3煞加深，如何能住得安稳？各位施主可知，选址建房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要找到一块风水宝地。阴阳宅大全中说，前有暗山招暗，后有靠山相依，左有青龙守护，右有白虎相随，此为上佳之事。可惜陈居士不听劝告，执意住进了这座凶宅。
搬家那天，我路过时见到他们一家人喜气洋洋的张灯结彩，不禁暗自摇头，这哪里是喜事啊，分明是在给自己找罪受。这陈居士一家搬进去后，一开始倒也相安无事，可好景不长，诡异的事情很快就开始了。先是他们家的电器总出问题，电视机无缘无故就开关，半夜里冰箱发出怪响，连灯泡都一个接一个的坏掉。哎呦喂，这么多电器坏掉，得花不少钱呢。陈居士的媳妇抱怨道，但陈居士只当是电路问题，找来电工也查不出原因。黄帝内经云，上医治胃病，中医治郁病，下医治已病。这房子的问题，老衲一早就看出来了。那块地的煞气就像是一把无形的刀，日日夜夜的在割损住在里面的人。没过多久，陈居士的儿子开始做噩梦，天天晚上惊醒，说梦见有人在窗外看他。他媳妇儿也觉得家里阴森森的，走在楼梯上总觉得背后有人跟着。但最要命的是，陈居士的身体状况开始每况愈下，天天头晕得不得了，睡觉也睡不好，医院也查不出什么毛病。陈居士终于开始动摇了，这哪是什么普通的病症啊？六祖坛经有云，心生种种法生，心灭种种法灭，这分明是风水煞气所致。不仅如此，陈居士的生意也开始走下坡路，原本谈好的项目接连告吹，合作伙伴无故撤资，债主纷纷上门讨债。这哪里是什么巧合，分明是双龙夹喉之势开始显现其凶煞之力。终于有一天，陈居士坐不住了，突然找到我，大师，求您帮帮我，这房子是不是真的有问题？看到陈居士一脸憔悴，老衲心生怜悯。心经告诉我们，度一切苦厄，既然他现在知错能改，我也该伸出援手。于是我详细解释道，你这房子啊，首先是地基就有问题，建在古墓之上，阴气太重，其次是外部环境，三煞加深，可谓是凶上加凶。但最重要的是，你这房子的朝向也出了大问题。原来这房子的大门正对着那条湍急的溪流，按照阴阳宅大全的说法，这叫水冲宅，会把财运和运势都冲散。而房子的后墙正对断崖，更是背靠悬崖之势，主血光之灾。听完我的解释，陈居士急得直跺脚。那现在该怎么办？总不能把房子拆了重建吧？老衲笑道，天无绝人之路，这就要请各位有缘人听我下回分解了。下次我会详细讲解如何化解这些凶煞，以及新房选址应该注意的关键要点。老衲为陈居士详细看过后，开出了几个化解的方案。增广贤文有云，天道酬勤，只要用心去做，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。首先，为了化解阴气太重的问题，我建议他在院子里种上9棵桃树。庄子云，桃者，五木之精，桃木最能驱邪避煞。这9棵桃树要按9宫8卦之势种植，形成一个天然的聚阳大阵。哎呀，种几棵树就能解决问题吗？陈居士将信将疑。我解释道，这只是第一步，第二步是要在房子4角安放镇宅石，这些石头要选用5行属土的黄玉，可以稳定地脉，化解凶煞，再配合统治八卦镜，形成一个完整的防护阵法。不仅如此，为了化解水冲煞，我让他在溪流前修建一道弧形的矮墙，用以改变水流方向。列子中说，顺势而为，事半功倍。这墙不是用来对抗水流，而是要引导它温和地绕过房屋。至于后面的断崖，我建议他种上一排高大的柏树。资治通鉴中有云，柏乃千年不死之木，既可以稳固土地，又能化解悬崖煞。所有这些措施完成后，还要在室内进行布局调整。我让他把主卧室的床向东移动3尺，因为易经讲究天道左旋，向东是配合天道自然运行的方向。经过这一系列的调整，陈居士家的情况果然开始好转。他儿子不再做噩梦，妻子也觉得家里不再阴森，他的身体状况和生意也都慢慢恢复了。说到这里，老衲要特别提醒各位，选址建房有大学问，
切记以下要点。其一，看山势水流。好的宅基地要有暗山朝山，要有靠山，但不能太近太压抑，水流要有，但不能直冲宅门。其二，看地势高低，不能太高，也不能太低。孟子云：水往低处流，地势太低容易积水，太高则显得孤峭。其三，看周边环境，远离坟场、医院、变电站等煞气重的地方，最好能找到前朝后托、左青右白的吉地。其四，看土质，要选土质肥沃、不会塌陷的地方。论语有云：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房子的根基一定要稳固。老衲在此还要告诫大家，切莫因为贪图便宜而选择风水不好的地方。就像陈居士这样的教训，买地省了几十万，但后来在化解风水上的花费，加上期间的损失，远远超过了当初省下的钱。今天老衲要给大家分享一些现代建房的趋吉避凶之道。金刚经云：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用讲究风水，反而更应该在现代建筑中融入传统智慧。老衲总结了几点现代建房的要诀，请大家细细品味。第一要诀，布局要讲究。现代房子虽然都是方方正正的，但内部格局一定要活络。主卧室最好在房子的西南方，这是前卫，主人住在此处容易得到贵人相助。客厅要宽敞明亮，最好是坐北朝南，这样阳光充足，寓意前程光明。哎呀，现在的商品房哪能说怎么布局就怎么布局啊？可能有人会这么问，老衲告诉你，就算是现成的房子，我们也可以通过巧妙的家具摆放来调节风水。比如书桌可以放在文昌位，厨房的炉灶要避开冲射，卫生间不能对着床，这些都是很关键的。第二要诀，采光要充足。无量寿经中说，光明遍照，明了诸法。房子一定要有充足的自然光，这不仅对身体健康有好处，更能驱散污浊之气。如果建新房，一定要注意窗户的大小和朝向，最好能让每个房间都有充足的采光。第三要诀，通风要顺畅。易经讲风行水流，一个好的住宅一定要有良好的通风。现在很多人喜欢装修的密不透风，这是很不好的。就算是在寒冷的冬天，也要保持定期通风的习惯。第四要诀，房屋的材料要讲究。现代建筑材料虽然种类繁多，但选择时还是要以自然环保为主。比如地板最好选用实木的，墙面材料要选择能够呼吸的，这样住起来才健康。最后，老衲要特别强调一点，不管是建新房还是装修，都要注意时辰。易经讲究天时、地利人和，选个好时辰动工，能趋吉避凶。要是实在找不到好时辰，至少要避开三煞、五鬼等凶时。陈居士的故事告诉我们，风水不是迷信，而是关乎我们生活质量的重要学问。现代人虽然生活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，但越是这样，越要懂得趋吉避凶之道。记住老衲今天说的话，建房选址，风水为先，趋吉避凶记在心。若能用心遵循天道，必定前程似锦，家庭和睦，事业有成。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希望各位都能把这些智慧运用到生活中去。若有疑问，可以继续留言讨教。善哉善哉，阿弥陀佛。